G7峰会成乌克兰主场，美欧防务产能见底，乌克兰要自己手做爱国者了。2026年6月，法国埃维昂莱班的皇家酒店异常热闹，第52届G7首脑峰会在这里召开。这次的背景有点特殊，甚至可以说具有历史转折意义。中东有消停的迹象了，美国跟伊朗达成了一个框架和平协议，双方定了一个为期60天的停火期，霍尔木兹海峡也着手重新开放。对于乌克兰来说，中东有了停火的曙光，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原因很简单，美欧可以把战略重心和防务资源重新砸向欧洲东翼了。于是本次G7峰会就成了乌克兰的专场，各种援助应有尽有。最关键的是，接下来乌克兰可以自主生产美欧武器，这是怎么回事？这对乌俄战局有什么影响？这次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把泽连斯基请了过来。在这个国际格局重新洗牌的关键节点，泽连斯基可不是单纯来诉苦的，而是直接掏出战报，向特朗普在内的美欧大佬们展示了乌军最近这几个月在战场上的成绩，告诉这些人，我们现在是在收复领土，而不只是在挨揍防守。这招确实管用，美欧内部本来有不少人对战局持悲观态度，觉得这仗是个无底洞，结果硬生生被这份实打实的战绩扭转了预期。看完乌军的战绩后，G7首脑们在联合声明里拍着胸脯保证，坚决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自由，并且反手就甩出了一个史诗级的综合援助大礼包。这个大礼包里面涵盖了财政、能源、经济制裁，还有前沿防务技术的核心授权。打仗打的是后勤和真金白银，我们先来看看这次G7峰会给乌克兰凑了多少钱。在这个财政与预算填补计划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之前欧盟已经批了900亿欧元的中长期贷款，这笔钱差不多能覆盖乌克兰2026年和2027年2/3的开销，但还是不够。于是他提议G7的兄弟们再凑一凑，追加最高450亿欧元的援助。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基本能填补乌克兰面临的520亿美元战时财政和国防预算缺口。火力军觉得欧洲这么急着把钱一次性砸到位，其实也是在防自己人。国家政党轮替太频繁了，今天你上台支持，明天他上台可能就断供。把长期的钱先锁定，就能对抗这种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除了钱，另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能源。马上又要到冬天了，俄罗斯这几年的套路大家都熟，没事就拿导弹和无人机对着乌克兰的发电厂和电网一顿猛敲。为了保住乌克兰过冬的命脉，也为了保证军工生产不断电，G7这次承诺提供全新的专项能源援助，重点就是给电网修复物资，还有分布式发电设备与物理防护加固设施，不能让俄罗斯一波空袭就把整个城市的电给掐了。光挨打不还手不是欧洲的风格，给乌克兰输完血，反手就得给俄罗斯上眼药，这就是能源制裁与打击影子船队。趁着中东和平协议达成，全球油价回落的空档期，G7和美国一拍即合，直接扩大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部门的限制。俄罗斯之前靠影子船队偷偷卖油，这次欧洲准备下死手了，对这些船队和背后的跨境金融链条搞穿透式制裁，目的就是要把俄罗斯靠卖能源赚外快的路子给堵死。没钱你怎么维持高强度的战争消耗？最后就是多边定向产业合作，这就有点授人以渔的意思了。英国首相斯坦默表示要给乌克兰提供新型核能建设和维护的技术支持。法国政府也掏了2200万美元，直接注资乌克兰本土的国防科技企业，专门用来在战场上测试和系统研发前沿武器。这是在帮乌克兰摆脱以前那套老旧的苏式系统，加速跟欧洲的技术标准接轨。说完了后勤和制裁，咱们聊聊大家最关心的武器装备。在这次峰会上，美欧彻底放开了手脚，承诺追加交付一堆具有极强战略威慑属性的武器，让乌克兰维持住现有的反攻势头。先说防空，俄罗斯那边的弹道导弹与高超音速武器跟不要钱一样，乌克兰的防空网眼看就要被耗穿了。G7一看情况不对，承诺紧急调配大批防空系统与高精尖拦截弹。只是美国自己家里的库存肯定是不够了，怎么办？盟国们正在商量把原本部署在中东那些高烈度地区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连带着拦截弹直接连夜打包空运到乌克兰的关键防区。毕竟中东那边暂时停火了，这防空系统刚好能腾出来救急。至于攻势武器，G7首脑这次松口了，正式同意扩大向乌克兰交付远程打击能力与纵深精确制导导弹。这玩意儿一到位，乌军可以直接把火力砸向俄罗斯后方的集结地，甚至能对俄罗斯境内的油气加工厂、战术物流枢纽和军用机场来一次毁灭性点名。在陆战装备这块，德国也算是支棱起来了。莱茵金属公司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交付，首批新型山猫步兵战车即将运往乌克兰，这订单价值几千万欧元。除
除此之外，像猎豹防空坦克用的20毫米、35毫米高炮弹药，还有海量的北约标准155毫米大口径炮弹，也都在源源不断的装车发货。前面说的那些虽然量大，但还在常规操作的范畴内。这次峰会真正让全球防务圈惊掉下巴的是及其领导人在战略层面达成的一个共识，那就是技术授权与生产许可证的发放。这点可以说是完全改变乌俄战况。根据法国巴黎人报与外交渠报挖出来的大瓜，这个授权不是让乌克兰造点子弹那么简单，它涵盖了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甚至还包括那些能达到纵深区域的远程导弹。也就是说，乌克兰本土的军工厂只要拿到了图纸和许可，就能在自己家里直接组装生产这些原本只配在美欧车间里制造的武器。这个协议的影响是很大的，美国国防部和那些军工巨头平时对自己的尖端技术、源代码和专利捂得比命还紧，生怕知识产权流失。之前乌克兰想自己造，美国头摇的像拨浪鼓一样连连拒绝。到了2026年5月，防空导弹库存实在见底了，泽连斯基直接给白宫和国会写信求救。随后又在 G7 峰会期间跟特朗普见了2面，因为特朗普政府刚刚搞定了中东的停火，现在的核心诉求就是赶紧让盟友自己有防御能力，好减轻美军当保姆的负担。所以美方这回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特朗普计划直接给美国防务企业施压，让他们打破常规，把技术许可下放给欧洲和乌克兰的合格企业。既然美国自己的流水线满了，那就利用盟友这边闲置的工业产能，大家一起搞联合生产，扩充武器库。武器产能不足这个问题不仅是美国存在，就连欧洲也是类似的情况。德国总理默茨也在记者会上摊牌，他说现在整个欧洲的武器产量都太低了，产能缺口大得吓人，只能通过把生产许可证发给欧洲和乌克兰的本土企业，让大家一起造来弥补这个窟窿。出现这种情况，火力军并不意外，美欧现在的国防工业扛不住这种长年累月的高强度消耗战。我们就拿爱国者防空系统来说，乌军为了拦住俄军一波大规模空袭，平均一次就得打出去大约20枚高精尖拦截弹，这跟泼水没什么区别。但问题是你泼水容易造水难。2025年老牌军工巨头洛马累死累活1年，也就造了620枚先进的 PAC-3 MSE 拦截弹。到了2026年，他们说定个小目标，勉强把年产量提到650枚左右。没办法，造1枚导弹的周期长达整整25个月，从下订单到交货2年多就打进去了。中东之前打得最凶的时候，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在短短16天里就一口气干出去超过1000枚 PAC-3 和萨德防空导弹，这一下直接把美军的全球库存给抽干了。对比一下，乌克兰打了整整4年，总共才要到大约600枚。所以就像德国总理说的，欧洲现在是被动的，产能低下导致了严重的防务空缺，大家库房里都没余粮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也很简单，大家一起造导弹。这个机制的运行原理很好解释，首先是多级专利授权，美国这边的军工母公司会把导弹、雷达这些核心机密部件的图纸授权给德国莱茵金属、欧洲导弹集团这些巨头，或者是乌克兰自己的骨干军工企业。不过火力军得说句实话，虽然上面领导点头了，但下面落实起来麻烦事一大堆。商业机密怎么算？专利壁垒怎么破？战时出口管制怎么协调？这些都需要极其复杂的法律谈判。第二步就是供应链本地组装，这就比较硬核了，直接在乌克兰西部相对安全的地方，或者挖个深深的地下防空掩体，把美欧运来的零部件在乌克兰本土进行总装。当然了，这种精密生产线不是搭积木，短时间内想在乌克兰本土直接下线一整套复杂的防空导弹，基本上是不现实的。第三步算是目前最靠谱的，那就是靠欧洲的骨干产能来弥补。德国还有其他一些欧洲军工企业直接引进美国的技术专利，在欧洲本土扩建爱国者导弹的分装线，造好之后再拿给乌克兰。德国本来就有点底子，这种协同制造应该是未来1-2年内见效最快的路子。既然绿灯已经亮了，技术框架也打好了，乌克兰国防部和本土企业肯定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对接。那么未来会有哪些高端大杀器在乌克兰本土下线？乌克兰首先要造的就是爱国者拦截弹，这玩意儿太缺了。乌克兰现在正盯着特朗普政府和洛马公司，想要 PAC-3 在乌克兰境内的总装许可证。作为过渡，也会让欧洲企业在临近乌克兰的设施里大批量仿制，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第二款则是新一代的战略巡航导弹海王星2。2026年6月，乌克兰卢奇国家设计局就跟欧洲导弹巨头 MBDA 公司，也就是造风暴阴影的那家，签了里程碑式的合作备忘录，准备一起搞海王星2。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年击沉莫斯科号的那款海王星吧？这次是究极进化版，陆攻型号直接叫长海王星，射程拉到了1000公里以上，战斗部重达260公斤。
最要命的是，他引进了 MBDA 公司最顶级的地形匹配和避障算法，导弹贴着地皮，擦着海浪朝低空飞行，而且完全不需要依赖 GPS 信号。这就意味着俄罗斯那套强悍的电子干扰系统对它基本无效，突防生存率直线上升。第3个项目叫弗雷亚，这是乌克兰的好帮手。一方爱国者动辄几百万美元拿去打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这账怎么算怎么亏。于是乌克兰本土企业火点联合欧洲反导联盟，搞出了这个低成本防空项目。这玩意儿不仅便宜，还能直接接入北约标准的 Link16 战术通信网络，主打一个爱国者的平替。如果测试顺利，2026年年底就能拿俄军的弹道导弹来开光了。第4个是莱茵金属与德斯蒂纳斯的合作，这2家准备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建个合资公司，利用德斯蒂纳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已验证过的飞控架构，疯狂爆产能，规模化制造巡航导弹和弹道火箭炮，来填补战术导弹的真空。除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也没落下。莱茵金属和乌克兰在西部搞的机密维护基地已经全面投产了。现在黄鼠狼步兵战车和豹一坦克坏了，不用再费劲巴拉的拉回波兰修，直接在战线大后方就能大修。未来甚至要在本土直接组装豹2和新型装甲车。另外，双方还搞了个乌克兰弹药卓越中心，目标定得很高，每年要在乌克兰本土手搓6位数的155毫米炮弹。那么这一系列操作对乌俄战争的走向到底意味着什么？火力军的看法是，无论是在战术层面还是战略层面，它都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战术上来说，乌克兰终于能喘口气了。本土和欧洲总装线一旦运转起来， PS3 这种救命弹药就能直接贴脸送到前线。俄罗斯想靠冬天冻死乌克兰的算盘算是打不响了。前线的防空伞也能撑得更开。更致命的还是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当乌克兰手里攥着大把1000公里射程的海王星2，而且这些导弹全是自己造的，没有使用任何限制条件时，俄罗斯就难受了。乌军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俄罗斯的战略油库、兵工厂和物流大桥进行常态化饱和打击。你前线大炮再多，我直接炸你老家的后勤。战争的代价被硬生生推回了俄罗斯本土，俄军的战场主动权会被极大稀释。虽然现在的乌克兰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无人机造成的伤害不算太高，换成导弹的话，一切都不一样了。而在战略层面上，这才是最让俄罗斯绝望的。乌克兰正在从一个只靠别人输血的受援诸国，蜕变成一个自己能造血的防务工业实体。你敢信吗？2026年乌克兰国防工业的总产值预计高达550亿美元，这是开战前的55倍。他们自己花的军费里有70%都是用来买自家造的装备。这种转型带来了2个优势，一是补给线变短了，以前武器要在波兰边境排队，一路上提心吊胆怕被炸，现在武器一出场，几个小时就能直接开上前线。二是完全免疫了欧洲的政治内耗，美国国会再怎么吵架，欧洲哪个国家再怎么摇摆，只要乌克兰手里有图纸、有授权、有生产线，就能维持军工体系的运转，有了跟俄罗斯长期耗下去的底气。在政治博弈层面，克里姆林宫一直幻想，只要等中东打得不可开交，等美欧政客吵翻天，等老百姓心疼钱，欧洲迟早会断供。但这次机器峰会，美国把最高密集的技术底牌都交了出去，这等于在明着告诉莫斯科，我们不仅不会走，还要把乌克兰打造成一个能持续刨冰的东欧钢铁堡垒。现在的特朗普也看清了现实，俄罗斯根本无法真正战胜乌克兰，准备向普京施压。总的来说，虽然说从拿到技术授权到真的在乌克兰地下工厂里把导弹造出来，还需要走流程熬时间，但趋势已经不可逆了。乌克兰拥有了本土造血能力之后，俄罗斯如果还想彻底解除乌克兰的武装，那就得付出连他们自己都承受不起的恐怖代价。未来的战局大概率会变成一种高强度的僵持状态，但这会极大的拉高克里姆林宫维持战争的成本。当双方都发现无法彻底打垮对方时，真正的战略平衡就出现了。到那个时候，边打边谈或许就会成为这场战争漫长而残酷的新常态。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什么时候才能在本土制造美欧武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